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问啊，就是当时他在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很有名，所以他在争取角色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做过一些什么不一样、对啊，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刻意留下印象的。对，然后再问一下李国毅，他是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一样的状况？因为李国毅出道也很早啊，他也有试镜过吗？对，我觉得他出道蛮顺利的，可以问问看。像我真的就是没有，你也就没有啊？我没有试过，因为很年轻就出来了。真的没有，我觉得经历过试镜的演员比较厉害。那你会向往就是那种试镜吗？你说一直跑试镜？会。我会向往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如果有一些角色是真的必须得要试镜才能够决定的，我也愿意去争取这样的，因为那个真的感觉很不一样，就是会比较有成就感这样子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？为什么我会一直提到？就是他们觉得你最近刚得奖，发表一下感言啊？这不在脚本里面。什么意思啦？好奇一下，怎么会莫名就得了一个10大杰出青年呢？不莫名啊，势在必得。算是演艺圈很少有出现10大杰出青年。有啦，张惠妹、萧敬腾、Janet、卢广仲、炎亚纶、萧煌奇。哦，所以你跟卢广仲谁比较年轻？差不多，好像吧，记得。他跟我出道差不多。哦。对。不要因为我在圈子久，就一直觉得我很老。我没有，我知道你大概几岁，但因为我不知道卢广仲几岁。广仲是真的，我只知道他的歌的。广仲大概是30几岁吧，同年。他比较早。他比我大。哦，我不意外啊。哦。只是出道早，我知道。是。对啊，你要讲一下感言啊。哦，要讲感言，现在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可以聊一下。等一下。你会意外吗？蛮意外的，老实说。周遭的人也很意外吗？周遭的人可能不意外吧，但因为他们评选的过程蛮复杂，就是他会真的是面谈很多次这样子。是哦。对。那有时候在讲的时候会觉得，确实啊，我觉得那些贡献是对社会比较多，然后不见得是在领域当中是最突出的人这样子。那面谈跟你聊什么？就是觉得我对于在这个职位上面的贡献是什么，以及对世界的贡献，或是这个社会的贡献那跟我同样入围的，同样当选的时节有，比如说做出癌症试剂的生物学家这一类的博士、教授都有这样子。但我自己，我觉得他们看中我的点，应该是我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吧。因为他们一直不断的希望我跟他们分享我做一些环保的议题，然后还有之前不是拍纪录片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聊蛮多这一块。我说对啊，这是确实是我其中一个蛮骄傲的、很欣慰的一部分，因为很多我的粉丝是因为我开始关心环保，然后甚至他们会自己去自动的，就比如说净滩种树这一类的东西，这样子是我没有想过的。我就觉得说，我带他们做，也许有一些人，少部分的人会被影响，那就好了。但是我发现他们是团进团出的，对，在还没疫情前，他们是愿意到处去净滩，然后有种树的那种活动，他们就会去等等的。所以连你自己也没有想过说自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我本来觉得就是小小影响，慢慢影响。怎么了？奏乐，李晨奏乐要干嘛？没有乐，已经在播了，是不是？本节目出了一个10大，哇塞10大杰出青年，不可思议，这世界怎么了？我算是
我真的是背红袋子最适合的人了。真的，本节目出了10大杰出青年。对啊，要不是老师真的过了那个评选的岁数，你知道这60年来只有就是600个人。对，所以你是第60年的这一次的。对啊，我知道。文化艺术，没事，因为在播，我就让一些没有关注你的人，是不行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这样钱还我啊！这是你做的，是不是？这会是你的目标吗？这当然不是，我何必那么努力这件事情？我何必？本节目不要出什么大事就很清楚。我觉得本节目应该要出脸事。不行，呸！好可怕，就让杰出青年来出好了。你怎么样？来，你站中间，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？感受一下。感受一下，很开心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好意思。这边比较少。我们上次录影你都没有讲，但是因为还在评选。那要是我一定大声嚷嚷了，我好像入围了哦。因为不知道。很糗啊！要是没有得的话，不是很糗。在那边跟你们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入围了，结果后来不是我。对啊。谁提名的？提名的，你说谁推荐我吗？是。推荐人应该蛮多人在竞争。只能一个人推荐。所以可以有人推荐。可以。我们马上去认识那推荐。对呀，很厉害的推荐人。感觉很赞哎。那你有没有交到很多朋友？有他们说，因为这一届有我，所以他们是那个气氛比较活络，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学术界的权威，所以在颁奖的时候就很震惊这样子，然后玩不太起来，然后因为我就很皮嘛，我就在那边炒热气氛。他们说这一届的气氛比较玩乐。那另外9位认识你吗？当然认识我啊！没事，我只是询问一个。我很担心他们是什么研究生啊，或者认识关在实验室里什么。老实说，我还蛮惊讶，大家都认识我，因为我真的确实是像你说的，有一些人的那个学术领域太远了，对，就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联这样。杰出青年可以吃这个吗？可以啊。杰出青年又没有规定体重。杰出青年都可以卷发卷。这有很杰出吗？这个发卷很杰出。那我问你，那这个有没有影响你的未来的决定？对啊。你有觉得压力更大吗？没有不能有聊来对本嘛。要对开。我蛮想聊的。我知道我们没有硬聊。那讲完这一句，讲完这个。来，我们出来聊。不是，那你的发卷，你会不会压力很大？老师吓我一大跳，因为老师怪丢，就会事情就大。这蛮大条的耶。我一直看你的发卷。老师，你把它下成10大结8题。对。我手卡在里面。你坐哪？我坐那里，不是，那你会不会变得压力很大？起初一开始有这样觉得，但后来女神又跟我讲说，不用有包袱啊。也是。对啊。得就得嘛，人家给你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得金钟奖，我已经练习过一次了。对。现在越来越习惯得奖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要问那你习惯得奖要怎样？问我，因为习惯得奖是他。我没有啊，说的也是。对啊，他到第4次就让给我们讲。没有，你看拿了第3次之后就这样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中的奖在肚子里。这是大奖呢，拜托我要感谢，好像没什么其他人要感谢。可以谢谢老公。谢谢我的夫婿，如此的努力。而且你刚刚那个我们射手座来宾，你对他很有感觉，就是因为你老公是射手，知道他很皮，对，他就是要玩，对不对？之前就有人讲什么狮子座你就是要让他，然后那个射手座你就是要陪他玩。对，但可惜因为那个角色关系，伟宁没有办法跟他一直玩。没办法，因为他情绪对。你这样一直问他是捏把冷汗。真的假的啦？机器人说不要太多回应的事。哈？我没有被收到这个指令当然不会跟你讲。哇塞！可是你问的很少。我会不会到时候不是到时候真的那一条被收走，只剩下这一条？对。来，这一条是跟Sandy 有关啊。来，今天要来宣传这部戏，我们现场只有 Sandy 可以体会。啊？我可以体会吗？对，体会一个叫做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这件事情。太严重了，我只能说亚伦，我的婚姻真的不是你的婚姻。我没有要介入好吗？婚姻没有那么可怕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老实说，以我的人设来说，我真的觉得婚姻我不是很向往。
你没有很向往，我没有很向往我。是没有资格，我很向往，但我没有资格。怎么会？你把假发拿掉就有资格了。假发。不要想那么多来，啦如。果你们觉得婚姻会出问题，那可以用科技解决吗？有可能吗？你是说老婆生气送她一台 iPhone 14，哎，我觉得可以哎。应该马上气消哎。对呀，就啊，而且还是最新的魔幻字之类的。我们不是讲物欲的物质，那个科技好吗？因为会吵架，是因为夫妻不懂对方的心意。对。那如果有一台可以读心的 APP 呢？哦，这好什么读心的 APP 啊？哇塞，好想知道就是哦。帮你翻译啦。直接看穿人家的心这样子。哎，不对啊，可是你有时候会想一些不能让他知道的，不就是他也知道了吗？哎，对不对？有这个翻译的话，糟糕，我是说出了我自己的秘密。哦，这时候应该要还是送另外一台 Samsung， 乱送一通什么？难怪很多人会来学占星，因为占星就是解读对方心意的方式。啊。好了，我们就来看看夫妻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喽。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。李国毅、孙可芳。好，压力很大哎。你说婚姻不是你的婚姻，不是，我说我们聊着聊着，小豆跟就只能聊你嘞。我们可以问你吗？问我什么？节目上可以问你婚姻的可以，可事情。是我真的也没什么新的想法，我才几个月耶，对不对？你是结婚不止了吧？好，你们想问就问吧。我问你啊，你怀着宝宝，你当然有当妈妈的感觉，你老公有当爸爸的感觉？当然还没吧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没有当妈妈的感觉，他倒是很有当爸爸的感觉。啊？对，很特别吧？买婴儿床了。没有，他整个人就是他现在会看别人的小孩怎么样，他就默默流泪这样子。他是这种人哎，我就没感觉啊，我每天就活蹦乱跳的啊，上鸡排。还是你移到他肚子里面让他怀？很棒，我觉得科技要解决是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就让他忙嘛，反正男生从小练篮球练，现在最爱就带球走步啊，给他带啊，干嘛搞得我们女生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但我其实觉得还好。如果可以让男生生，你要生？拍个照吧。我吗？我觉得你要生，因为你长太帅了。我知道，我可以，如果去一些合法可以。合法，哎，如果有办法让科技让你可以怀的话，会想吗？很猛，不用怕，如果不会影响身材这是他的，这我的，啊，是老师的，一定会影响身材的啦。好，来拍个照来。好。哎，对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，好吧。我是节欣然外生枝青年。可以帮我合一下后面的吗？好，来。这好可爱哦，要把你这个露出来，这个追。OK。好来。可以哦。对。好，亚伦等一下单独一张哦。真的假的啦？对啊。OK， 好。很害羞哎，我的天哪！好，准备进去喽，来。对不起，借我过一下。因为他们其实是要拍这个布条。哦，这个有赞助是不是？它上能爆炸。个人的话会有隐私的问题。来，小兵进去喽。不用了啦。不用。好了，进去喽。来，啊，哎，好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好哦。旧的麦克风先拆哦。要先拆的，小心。